太空吧，老爸，你只要有一台修邊機啊，就能把它变成 CNC。你敢相信這樣的7抽工具櫃居然是用這一台加工出來的嗎？这台厲害的地方啊，就是我現在這個桌上啊，沒有任何的線軌，什麼螺桿，但是你把修邊機裝上去之後啊，它就能在這整個板材上面進行加工，而且它還有雷射雕刻的模組可以去做更換。那廢話不多說，我自己也好奇它的實力到底到哪裡哦，就讓我們直接進行實測吧。好，那这個專案呢，之前就想做很久了，因為它是一個7抽的工具櫃。那我買了很多電動工具啊，它附的都是這個 L-Bus， 所以我把滑軌啊，還有箱體跟它的固定座都掃描起來。那現在的最大好處呢，就是我已經把滑軌上面的孔位都開好了，包括這個固定座的孔位呢，也都先預開好了。然後櫃體的部分呢，也有用卡榫來去做結合。那這個開孔的位置呢，剛好就是18米木芯板的中心點。那也就是說，我組合上去之後呢，我這邊還有2個螺絲孔，我可以直接來去做一個螺絲的緊固。所以我到時候組裝上去，如果說卡榫不夠緊的話呢，我還有螺絲去做一個固定的補強。好，那這個斜孔的位置呢，就是剛好 L-Bus 推進去的時候你可以從側邊很清楚的看到說裡面有沒有箱子。現在是測試的第一版因為我沒有做過尺寸的校正，就是依照原廠的設定呢，先來去做一次加工。那理論上我們在加工這一種大面積的板材呢，是可以先做一個尺寸校正。那我們測試完這個之後呢，再來去對比做完尺寸校正的版本會不會來得比較好。這邊有開孔就是給滑軌鎖固的孔。那我現在來看的話呢，其實還算蠻準的，當然會有一些尺寸的誤差啦，不過對這一個工具櫃來說的話呢，都在容許範圍內。我們現在就是把板材分離。你像我這個滑軌的孔都開好了，就超方便的，把它對上去。我的開孔呢，都是開在這個空間比較大的，所以至少你有可以調整的空間。所以說像這邊間隙的話呢，就是我可以自己再稍微去做調整，讓這個兩邊的平行度呢比較能夠一致。榫孔的部分呢是緊配就是我是硬敲進去的。那這邊的公差呢比較明顯，這邊的話就非常的不錯，這個公差呢就是可以接受幾乎都是快要平了。那這邊的尺寸也是一樣幾乎都是平的。好，那這個是剛剛切割的時候不小心掉下去貓掉了。雖然說這邊有一些公差啦，不過我的認知是以它的這個加工面積來講，本來累計的公差呢就會比較大。那我原本預期可能呢連組都組不起來但是你目前看嘛，這個櫃體如果以現在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呢，是非常可以的。我現在就是用雷射畫了一個框，大概是200公分乘以100公分，所以我在對面也釘了一個木頭。那現在大概是199.2，那我們是200的，所以我們要把現在的數值呢跟實際的數值來去做一個校正。我們就是在桌長的這個地方去改它的比例。我們現在就是整個過程呢讓給各位看一次那因為我確定我的加工範圍會在這個地方所以那邊鏤空的話呢，目前是沒關係的。可是如果說你的加工區域呢，可能跟你的邊框比較接近的時候呢，你就要小心一點。然後桌面上呢，
都不要擺放任何的東西，就是讓移動的範圍內呢保持沒有任何障礙物的狀態。另外集成的部分呢，就是一定要把管身上吊，因為你如果沒有上吊的話呢，它會拖着管子在跑嘛。那在移動路徑上面呢，就會跟皮帶有一個干涉行為出現。那我們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讓它展開皮帶，然後去選擇我們目前的桌子尺寸。那我已經設定好了，所以按下去，它就会把皮帶放鬆。它會先放下層的出來。皮帶怎麼去固定呢？也非常的簡單。我們去看它導輪的方向，像這一個導輪在這個地方，所以我們的皮帶呢，一定是往這邊去拉的，所以這一條到時候就是會在那一個斜對角。我們放皮帶的時候呢，要拉直哦，你不能扭曲哦。這台機器最重要的就是皮帶，所以你在收跟放的時候呢，都要非常的注意。那你最好是用手去確認一下，那目前是不是平直的，它有沒有扭曲啊，或者是打結之類的。那我們就直接把皮帶呢固定在我們的桿子上面。原廠的示意圖呢，其實都非常的清楚哦，你可以去比對一下你皮帶目前的方向有沒有裝錯。那麼下層安裝完之後呢，再進行下一步，它就會放出上層的皮帶。哦，那上層的原理一樣，就是你導輪在哪個方向呢，你皮帶就往那個方向去就對了。那像皮帶有這樣捲曲的狀況呢，我們就要把它順好，你就是不能讓皮帶打結。上层皮带都固定好之後，我們再进行下一步哦。這時候它就把皮帶拉緊。那這個部分呢，它皮帶的張力呢有8個等級哦。目前4x8版來看的話呢，等級6是最剛好的啊。因為我有試過等級8，想說讓它再緊一點哦，可是它在邊緣的時候呢，就會產生拉力過緊，導致呢邊緣有波浪狀的產生，所以我把它調到6。那這個部分呢，我們整個架設機台的步驟就已經完成了。再來這邊，我們要去選擇我們目前安裝的主軸是什麼，就點這邊。那目前是修邊機嘛，那你只要轉這個旋鈕，你就可以去切換雷射或者是畫筆。那我們先選修邊機，然後這時候呢，一樣有畫面哦，我們就是要手動來安裝修邊機。安裝修邊機呢，就是我們要讓刀具的尖端輕輕的去碰到我們的木板，這個地方呢，就是我們的力軸原點。碰到以後呢，夾緊，然後再按確認，它就會上抬一點。那這時候我們的修邊機就架設完畢了。我們先來看軟體的部分哦，它是一個網頁版本。那它有一些簡易的轉檔工具，還有一個參數指南。我覺得參數指南蠻好的。因為它可以先讓你根據你的刀具，然後跟你加工的板材呢，給予你一些建議的參數。像這個修邊機上面的刻度呢，就很重要哦。那等一下呢，有一些錯誤的案例分享給各位哦。我們現在換新刀來測試一下哦，因為之前的舊刀呢，轉速過快哦，已經有點碳化，所以它的斷屑能力變得非常不好，就是切削出來的木屑呢，就變得很長，它會捲進去這個皮帶裡面，導致它這個地方卡死。那一開始拿給我的時候，這邊是貼起來的，但是轉速的部分呢略高了，那時候是在快接近5的樣子，所以我們現在把轉速降下來，大概3就可以了。因為你轉速過高，移動的速度又很慢哦，所以都在燒木頭，那就會變成刀具呢，很快就會受損。轉速調為3之後，現在的聲音小很多。一開始還4或5的時候啊，加工的聲音是非常的尖銳，那其實就有問題了啊，只是說原廠開始拿給我的時候，因為貼起來了，所以我就沒有去質疑這個轉速正不正確。那現在加工的毛邊就少了很多，所以它不會有像剛剛那麼長條狀的木屑出現。再來，我們第一件事情呢，一定是去設定這個桌長哦。那這邊有5個表格讓你來去做使用，就是它已經內建了一些參數。那如果說你的桌長呢，剛好是上面的參數，你就可以直接做沿用。
那像第一張呢，這個就是8×4版的參數啊，當然你自己也可以來去做一個更改。比較重要的是呢，你的桌長跟一些參數輸入完之後，它會直接顯示你的加工範圍。像8×4版的加工範圍呢，就是2280×1038mm。所以以外框這個8×4的板材來說呢，它就是能加工在中間的這一個區塊。那我們提到尺寸問題的話呢，是在這裡做一個比例上面的修正。也就是說，像我自己在這裡畫了一個框，然後我把設計完的尺寸跟我量測出來的尺寸做一個相除，那得出的數字呢，我們再把它填入 S 跟 Y 裡面。那輸入完呢，當然就是直接下載設定檔，然後放回記憶卡裡面就可以了。再來，我們來看一下轉檔工具就是你要自己先排版好啦。我這次是用 SVG 的副檔名，那這時候就會有一些選項啊，它會自己根據目前的線條呢做一個初步的分組像這個是依內外關係分組那我打勾之後呢，這個就是它的外框，內部的檔案呢就是在裡面嘛。可是像我鑽孔跟輪廓是要分開加工的，所以我就選擇不分組。這時候你就是可以獨立的去選擇上面的圖形像這一個。是這一個小圓孔，那右邊呢就有它的尺寸跟它的加工參數。現在外加工的意思呢，就是它會從它的外部輪廓去做加工。那你如果說是槽加工的話呢，它就是會把中間這個圓孔挖掉。那你的加工深度呢，就從這邊設定。這個每次下刀指的就是每一次你下去的深度是多少。像我現在加工深度是3，所以呢，在這個部分，如果你設定1的話呢，它會加工3次。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非常簡易的加工方式啊。像我自己在用的雕刻軟體的話呢，它的功能就會更多啊。就比如說有鑽孔啊，那槽加工啊，或者是說你要做一些 2.5D 的效果，那目前原廠的話呢，就比較沒有辦法做到類似的功能。不過原廠提供的呢是免費的，這一套的話呢是需要收費的，那你也需要再做一些額外的設定啊。所以是比較進階的使用者的話呢，你一樣可以用第三方的軟體來做加工。那你如果是雷射雕刻啊，或者是你要用畫筆繪圖的話呢，這邊一樣有一個轉檔工具，一樣的檔案呢，差別就是說它有一個填滿設定那你可以自己去做一個規劃。那這邊都可以去設定你要它填滿的角度啊，它是走45度或者是走90度。那你如果在這裡變更一個直徑的話呢，它就是會變成畫筆模式；直徑0的話呢，它就是雷射雕刻模式。然後呢，這邊的選項呢都蠻簡單的就是可以讓你去調一些線條的細緻度啊，那都可以做一個即時的預覽。那我們剛剛轉檔完的 G 扣呢，也可以在這一個 G 扣即時調整這邊呢，來去做一個即時預覽。那你就可以大致上看到你跑的路徑長什麼樣子了。那另外呢，也可以針對一些選項啊來去做一些調整。不過它目前呢就不像第三方的軟體這樣可以做一個3D 的即時預覽，但是它也有提供 V 雕刻的一個功能。好像我們如果要雕博士的這個 logo 的話呢，就是全選之後呢，拿來做一個 V 雕刻。那 V 雕刻呢，我用第三方給各位看一下它的效果呢，大概就是像這個樣子會比較做一個深層的雕刻，讓字體看起來比較立體。基本上 V 型刀呢就能做到這種浮雕的效果那就很適合這一台設備来去做加工因為這一種招牌的尺寸公差呢比較沒有那麼嚴苛，所以你是剛入門的使用者來說的話呢，它工具已經準備好了，所以你買完設備呢，你是可以直接來去做加工的。那當然，如果說是像我這樣比較進階的使用者，那它目前對於第三方軟體來說呢，我測試完相容性也是沒有問題的。那接下來我們就選記憶卡裡面要加工的檔案，那這邊速度呢都可以先做調整，確認的时候它也會跟你告知大約的加工時間。這時候呢，你就可以把修邊機做一個啟動，
然後按播放進行加工。現在這個速度呢是 F1000呢。下刀的深度是3mm，不過這是木芯板，所以它比較軟一點。那3mm呢，我認為現在聽起來的聲音已經有點極限，所以如果說你是夾板、膠合板之類的，可能2mm以內會比較安全。那現在的加工速度，我覺得也不會太慢。我們現在量測呢，校正尺寸過後，在最邊緣區域的這一塊尺寸，到底它的公差會是多少？因為我們都知道嘛，那加工範圍呢，通常都是在正中間最準。那你越往邊緣的話呢，這個誤差會被放大。那尤其它是全皮帶的機種，它沒有任何剛性的傳動結構，所以我覺得公差被放大是正常的。那只是說它的最大公差到多少，那是不是我們能接受的這個標準？我們先看這個邊是45公分，我們量測一下，可以看到它目前在45的這個位置是非常準的。那這邊的話呢，就是略低於45大概44.95哦。所以它在走這一條直線的時候呢，並不是一個非常正垂直的，有一些的偏摆。有沒有最下方這邊稍微多一點點，大概應該0點幾而已吧。所以這個地方多一點點，正中間這邊45剛剛好。這邊呢少一點點。那我們先看這邊。我們這邊要42，它大概就是42.1多，那接近42.2，也就是多了1mm快2mm左右的公差。再量測一下中心點，中心點呢就是42.05也就是說多了0.5mm而已哦。那我們一樣來看呢，最邊緣的位置它的尺寸是多少？這邊比較小大概是41.95，那也是差了0.5mm。以剛剛看到的公差來說啦，在金屬加工當然是非常 NG 的可是如果說你是在木作來講的話呢，其實這個公差呢是非常可用的那尤其你加工了這麼大片的面積它是一片4×8板那你在邊緣的地方呢，理論上公差應該是要最慘的。可是它的精準度呢，我抓大概1mm左右。那跟我們平常在自己手動做木工的時候呢，鋸片誤差其實也是差不多了。那也因為它是用皮帶帶動來去做移動。那像如果說你的槽挖比較大、比較深，那你就要考慮到說它移動過程會不會像這個樣子垂下去那這就會加工失敗。或者是說你在移動路徑上面呢，有沒有屈翹？那它去撞到的時候，會不會影響到它設備的移動？那這個呢，都是我們必須在軟體要處理圖面加工的時候呢，就都要考慮進去了。現在這一片呢，就是我們沒有做過校正前的，它的公差非常的誇張應該這邊的尺寸是45公分，但是它出來的尺寸是44.5整個差了5mm。做過校正之後可以清楚看到目前是44.9，所以是差了1mm。那差1mm來講的話呢，其實跟木工的鋸片厚度是差不多的。這邊還是要給各位看一下它還是有凸出來一點點不過這個原因是因為我的機器有斷掉皮帶過嘛，所以後來又換了一台設備過來，2台的校正結果其實數據不太一樣。那這一台校正完的尺寸是45.2所以跟這一個板材44.9呢就差了3mm。那如果說是在同一個校正結果下去做加工的話呢，其實是不會有這個問題的，因為它們公差會都一樣。那加工完了，我們順便來測一下雷射模組。那我覺得雷射模組最大的好處呢，是在放樣或者是說你做雕刻。因為雷射切割來講呢，它的瓦數不能切割太厚的板材。然後像我們架設板子的方式呢，都是墊在木板上面嘛，除非你今天在下面是一個金屬桌面，那你做切割的時候呢，
就是不會去燒到下面的板材哦。不然以切割來講的話呢，這邊你還要再加裝一個吹氣模組，那等於說呢，你還要再掛一個空壓機哦。那我覺得這個效益呢就不是很高了。但是你如果說是拿來放樣，就是比如說我們在切割之前，我們想要確認一下尺寸或者是位置的話呢，哦，你可以先用雷射做模擬，或者是你有一些鑽孔啊，甚至說你邊呢打算用鋸台做比較快，那你都可以用雷射模組来去做一個放樣的動作。那它更換呢也非常簡單，我們就是直接把修邊機拿起來，把這個雷射模組裝上去。那因為它這邊呢都有防呆了，所以你直接放进去就可以，把它卡到底，鎖起來固定，再把雷射線接上去。好，那我们要記得呢，把修邊機跟集成管分開哦。那現在就是在加工雷射的部分了，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分2套軟體的。我現在是用雷射跟 CNC 2種格式，但是呢，我把它加工在同一個區塊。這個好處就是你 CNC 做完啊，你可能有一些名字啊，或者是一些記號、標記點，那你都可以透過雷射的方式來去做一個標記。那我們來看一下哦，這一台 CNC 厲害的地方就是我們一般呢手持修邊機的時候是沒辦法去做這樣的加工，因為它有力軸同動，等於做了一個 2.5D 的加工，所以呢這一邊會有一個斜坡，那插到這邊的深度之後呢再拉上來，那形成一個特殊的加工紋路。那這邊的話呢，就是我說雷射雕刻可以來去做一個放樣。那目前它走的圓呢，都不是特別的圓哦。這個要老實跟大家講哦，有沒有看到它的這個圓呢？其實是有一點變形的。那不論你是用雷射模組，或者是說像這邊有之前 CNC 加工到的痕跡，有沒有？這個圓也是變形的。所以我下面呢做了另外一種示範，就是說你可以去畫一個十字線，到時候呢我們再用自己的鑽尾來去鑽洞。那這個地方呢就是做放樣使用。那我們要收起来也很簡單哦，就是我們把收線按一下，它會先放鬆，然後呢我們就要把支柱這邊的皮帶全部都給它鬆開。鬆完之後呢，按下一步它就會開始回收了。那現在這邊要注意的就是在回收的過程當中哦，我們要去檢查這邊啊有沒有木屑被捲進來啊，還有它皮帶在收的時候有沒有去捲到或者是扭曲。這台設備啊沒什麼好注意的，就是這8條皮帶特別重要。那現在原廠設計這個收到一定長度之後呢，它會一吐一收哦，就是為了防止呢有異物啊或者是捲起來的時候去卡住。那當然我們還是要全神貫注一點，那我會盡量把它先拉直。那上層收完，它自己就會去收下層。那像我呢，就會先把它理順一下，就是盡量呢不要讓這些皮帶去卡到就對了。我现在全部收完，它就會自動復歸。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可以斷電把它收起來，那集成管就可以拿掉，電源也可以拔掉。那這一整台呢，你就可以放回你的收納箱裡面。最後成品呢，就是在這個地方哦。那我這一邊這個呢，是我幾年前用 IKEA 的系統櫃制作的。那因為當初呢，也沒有這麼大的加工設備啦，來去設計像這樣子的7抽工具櫃。那 IKEA 的問題呢，就是賬面上看起來很好，那尺寸上我覺得也剛剛好。那缺點就是
我拉出來的時候沒辦法把蓋子打開，因為它的深度不夠，而且因為它是用密底板啊，所以在左點的部分呢，其實我覺得有一點脆弱。當然它也是有緩衝功能的，當初做完覺得還不錯。那現在能自己設計，當然是把尺寸抓得再更準一點。我們抽屜拉出來之後呢，它的這個蓋子有沒有就可以立起來了？因為我後面有留多餘的空間。那蓋起來之後呢，一樣有緩衝的功能。那它的底板呢，我們都有做一個裸封的設計，所以在重量上面呢，可以再偷輕一點啊，整體的櫃體重量就会再減少。那也因為是 CNC 加工啊，所以孔位呢都提早打好，我只要按照孔位的位置去鎖螺絲就好了。其實整體的組裝速度上呢，沒有比 IKEA 的系統櫃來的慢，所以我用完要放回去，就像這樣快拆推入。左右兩邊呢也做了一些不同的加工，櫃面的部分呢，我有做一些斜孔哦。第一個是造型嘛，那再來就是說我也可以透過旁邊的孔位呢來去看這一格裡面有沒有工具箱哦。那我在拖拉的過程當中呢，也可以当做把手來做使用哦。那另一面呢，因為现成的木板推車啊，刚好跟我的工具櫃尺寸一樣，但是它凸出來一小截，所以呢，我就把這一面改造成電池掛架哦，就是做了一些 3D 列印件。那我的電池收納就可以在這個部分做完成。這一塊呢，就是一樣用 CNC 加工的哦。它這個用 V 型刀雕刻的深度跟立體感，就會比背面這種單純挖槽來得漂亮哦。不過像這樣子這麼一個大面積的字體啊，其實你是要一台很大的加工設備才能去做到的。這整體的雕刻效果其實也是非常的不錯，所以最後這個成果我覺得算是非常的滿意哦。因為一開始我預期啊，就是跟我還沒校正之前一樣可能公差呢差了5mm 這麼多哦，但是校正完之後啊，其實它的公差呢就已經來到1mm 或者是2mm 而已。那你要考量到它是全皮帶的機種哦，跟一般的那種 CNC 加工機台啊，有什麼滾珠螺桿啊、線軌啊，然後整體的剛性非常好。這種先天的物理條件限制哦，就是你用大腦想一下，你都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它的公差只剩1到2mm的時候呢，你如果真的要求非常的精準啊，你就是可以回到圖面再去做修改哦。比如說你加工出來是45.2哦，那你可能回去的圖面呢就在縮小2mm，那變成說是用圖面來去配合它的加工誤差這樣。那以它售價目前啊，早鳥集資不到6萬塊的狀態哦，我認為是非常划算的哦。因為這一個加工面積啊，老實講，你如果真的要買到一台8x4的，讓你去買二手的好了啦，那最少10幾萬、20幾萬跑不掉。而且啊，你還要思考一下哦，像我目前場內這一台雕刻機呢，它的加工範圍就是6090哦，所以它需要占用這樣子的一個空間哦。那像它在進行改裝的這個期間，因為沒時間弄它嘛，你看它就占了我工作室的一個蠻大的區域。或者是說這種桌上型的，那它的加工範圍就更小了，大概是幾公分而已。那它一樣呢是要佔據我半張桌子的面積啊。你這麼大的設備啊，你要運進你的工作室哦，那你要找拖車，你要找堆高機哦，那你還要相對應的地方擺放哦，這些搬運成本呢，你也是要算進去的。可是你看我目前手上這一台，甚至你的加工時間如果不長的話，你都可以用充電式的修邊機來去做加工哦。那它的額外加工成本大概就是你需要一台可以長時間運作的集成設備哦。因為像我這樣加工大的板材呢，就是1-2個小時以上跑不掉。現在看到我拿計算機就知道，我們要來算一下，因為它的早鳥集資價是6萬內啊，58000幾啊，忘記了，反正就是6萬塊以內。早鳥的部分呢，還有送木田的修邊機啊，不過這個數量有限啊，所以我就以6萬塊來做計算。那我叫了3塊木芯板嘛，一片就是800塊，所以3片是2400元。那我用的滑軌是川虎的重型緩衝滑軌，一支是270塊，那總共有7組，所以是1890。那目前就是4290元。那再來就是電費。然後還有我畫圖的設計費，那我姑且呢先抓5000塊好了。這邊的設計費呢，是因為啊，通常打樣完這個東西版型確認之後呢，它走
量產哦，那我們前面設計的費用呢是可以去做攤提的，而且你也不一定要用這一台去做量產，你可以發包給木工廠哦。那木工廠当然是不太願意幫你去做打樣，所以它拿來做一個打樣的動作呢是非常的方便。假設你是設計師工作室啊，你不可能為了要打一個樣，然後去買一台這麼大的設備嘛，你的工作室可能也沒有空間哦。但是如果說你要做類似的櫃體，只要騰出可以放一張8x4板的空間哦，你就可以進行打樣哦。那我們假設它量產之後的利潤，我們抓2到3千塊哦，這個是客製化的，其實我抓的利潤有點低哦。那以一組3000塊的利潤來講的話呢，10組就是3萬塊嘛，所以你大概有出到20組的話呢，你這台設備就回本。其實這台機器的回本速度是非常快的哦，因為我們之前有提到嘛，如果說你真的要買一台8x4的你要買中國製的最便宜的，或者是二手的，那最少也要10萬20萬吧。那你的回本速度呢就差非常的多，而且如果說你的產品不多，那你是很久才會做打樣一次的話，那你要把設備閒置啊跟空間占用這些成本算進去哦，那這一台的設備體積就是這麼小。那當然你如果不是以盈利為主的話，其實以這樣的一個設備，那你原本就有修邊機，它可以做到你很多手動做不出來的作品，假日木工啊，你叫來的底板啊，甚至可以直接拿來做加工所以呢，你也不見得呢要在家裡備一張很大的桌板因為你那一塊叫來當做底板，那直接加工完了也不占用你的空间所以這是這一台最大的優勢。那你如果說你想要拿來加工金屬啊，或者是說有一些精度要求的話呢那我可以非常老實跟你講它就是達不到你要的要求那你的金屬加工呢，肯定这個進擊跟下刀的深度呢要非常的慢，非常的淺，而且精度呢可能達不到你的要求。不過如果說你是像做招牌或者是說你是一些沒有尺寸限制的我要一個很大的字體，對它來講就是它的優勢。所以這一台設備的重點就是把它的皮帶顧好，移動路徑顧好，基本上呢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那你說皮帶張力的問題嗎？這都要幾千小時以上呢才會需要做更換的而且它是台灣在地公司，所以我相信後勤服務上面呢應該是沒有問題那你如果對這一台移動式加工 CNC 有興趣的話呢，我把連結呢放在影片簡介下方。下次有好工具再開箱給你們看，拜拜。